是你？从我入狱的那一刻，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流传在上京后宫中的一段旧事。当太傅在以粮道坍塌之罪，欲置我靖安王府全族灭门，就更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当初太傅和安贵嫔的传闻是真的。你明知道那是个冤案，这还是把两大世家数百口性命送上刑场。我如今这么做，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。当年世家独大，上欺皇权，下压百姓，以致民不聊生，各地义军纷纷举旗。那你们就可以不论黑白枉杀性命吗？安禄从未叛国。平宁县状潜伏上京，已获实证。当年安禄之案，你明知实情，但并未上报。你呀，你小举，你这靖安王府的爵位，可是呸，踩着我世家的血得来的。我承认，我并不无辜，但为了寒门，为了文熙帝后，更为了大业，我必须破釜沉舟。而太傅你，身为世家清流之首，你我的立场不同，但若论枉死，那些冤死在安禄两大世家刀下的寒门，又该向谁喊冤呢？若当年安禄两大世家兼修河道，真是罪有应得的话，那如今粮道坍塌，你敢说逍遥他真的毫无过失？他真的是冤枉的吗？啊，贪污走私或许是冤案，但粮道坍塌却未必。敢问殿下，为何钦点何元为春考1甲博士？殿下可是为论河道兼修之难与解法这一题？太傅所言正是，这道题天下考生皆引先帝文熙月考中兼修河道之法，以木桩与柳条兼顾河堤，但何元却提出竹笼卵石之法。何元，你来说。竹笼卵石，以竹编笼，装满卵石，沉于河道之内。竹笼的韧性和卵石的重量，既能稳固河岸，又可以适应水流的冲击。此乃以柔克刚之法。姑问你，你一个世家子，怎会知解法？回殿下，是有一位罪人教授于我。罪人？何元今日也把他带来了，他叫柳昭林。罪人柳昭林，参见齐王。柳昭林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太傅本想让罪人死在大理寺，是萧世子救了我。我与太傅在书局相识，太傅说你想出头就得先学会低头。我只要替他伪造靖安王府的账目，构陷王府勾结外敌，他便会给我一个入仕的机会。罪人低头了，我欺骗了靖安王府从前的世子妃，从他的手上骗取了萧氏私信，在太傅安排的上河坊3巷，整整写了3个月，伪造出了一首足以以假乱真的字。可是后来，靖安王府案发，他便要杀人灭口。而这竹笼卵石是我在太傅的书房中看到的，10几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此法。靖安王府的罪状
的确是我指使柳昭陵等人伪造，而老夫的确一直在钻研烛龙卵石。但你们可知道烛龙卵石之法的由来？当年安禄二世正是用烛龙卵石来兼修河道，而此法当年却被构陷。安禄蓄意破坏河道，勾结北秦，罪以叛国之名，以至于20几年来无人用过此法。若殿下承认这烛龙卵石之法，岂不是证明文熙帝是错的，而安禄二世乃冤案？安禄叛国乃铁案，而这烛龙卵石之法，20几年无人用过，那该如何证明此法的真假对错呢？那就请今日在东宫内，让河源有一个证明的机会。臣逍遥参见殿下。罪臣逍遥参见殿下。自从河道塌方，臣夜夜不眠，幸得柳先生所授，在世子妃帮助下，至此烛龙卵石，还请殿下恩准一试。准。谢殿下。祖庄，注水。这笼中卵石，需选7分棱角，3分圆润者，自下而上呈漩涡状垒起。这第3枚便是关键。若是选用全圆者，水势便如溃军散影。成了，你们看，水流变慢了，房子没有倒。不知今日此情此景，可解太傅心结。殿下，今日若不教当年文帝之错，想必还会有更多百姓受水患之苦。今日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当年文帝为夺世家之权，借修渠一案构陷安禄二世通敌北秦，令大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内乱。北秦趁机南下，践踏上京。此悲剧正是文帝一手铸成，更是世家与寒门相争之祸。若不弃世家与寒门之分，不为安禄二世平反，上京悲剧必定重演。文熙帝后亦非神明，而天下不该只有世家与寒门之分，天下更不可系于一人之身。而你们心中那个犹如神主的文熙太子，其实他早已死在了南下健康途中。我没想过你会帮我。我想，阿母也应该会愿意我这么做。是，
我也没想过萧无义竟然能够做到大义灭亲，为安禄翻案，甚至告诉全天下的人，文熙太子已死，而断了自己的后路。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。这天下万民祈求的，只有和平安乐。谁在乎那玉座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铜做的？萧无义想要打造的那个大业，我愿意期待，也愿意帮他实现。瑶瑶，父王，阿父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，阿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北境寒苦啊，要记得多穿衣。父皇，你有个好女儿。家主真要把这些书都送去太学吗？这可是您辛辛苦苦收藏了一辈子的呀！既然要放手，不如放得彻底些。家主真相信殿下这条路是正确的。佳瑜，瑶瑶有一句话说得不错：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走的路。如今一支储备稳固，虽然他未来会走的路未必正确，但守旧之路必然错误。我们呐，我们这些老家伙，是时候给他们让路了。太傅，真舍得离开健康啊！靖安王？太傅打算就这么放过靖安王府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本王亲自给文熙皇后写的罪诏。太傅难道不想知道，当年的冤案到底是谁一手炮制的吗？你不是家主！齐王殿下有请世子妃移步太傅府。瑶瑶，一会儿见到太傅别哭，他虽有旁心，但好歹也养育你18载，人死过乡，就别记恨他了。
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。这是瑶瑶亲手为阿父打磨的黑玉扳指，送给阿父当成生辰礼。怎么样，阿父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阿父会时时刻刻的带着，时时刻刻的想着我的瑶瑶。好。却挥不掉一颗思念。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我不怕声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誓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成全你我的缘，隔着永远人天不会灭。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。礼记玉藻篇有云：声容静，头容直，气容肃。你凯记的何意？君子行止，言语当沉稳，行坐当昂首挺胸。阿父，女儿方才失礼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会过得自在些。阿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准备支持归降了吗？这究竟是谁干的？小菊，